1990年，任天堂在美国举办了首届世界锦标赛，包含3款游戏，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电子游戏比赛。之后，游戏比赛的种类愈发丰富，电竞行业也逐渐形成并发展。2003年，我国正式批准电子竞技成为国家体育项目。2017年起，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北京大学等20多所高校先后开设电竞专业。到2020年，中国电竞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65.57亿元，用户规模4.88亿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电竞市场。随着电竞和直播行业的日益火爆，越来越多的观众也萌生电竞梦，希望成为一名电竞选手。今天，我们将以英雄联盟职业选手为例，为你讲述电竞选手的整个生涯和行业现状。对这个新兴职业，不同年龄的群体可能持相反看法。青少年热衷于他们的热血、名气、高薪，而老一辈则可能视之为挥霍青春、不学无术的浪荡子。根据英雄联盟职业联赛规定，选手最低年龄为18岁。而选手黄金年龄为18至22岁。为了到达适龄时已经水平出色，追梦的青少年往往需要15岁左右就辍学开始训练。最常见的渠道是青少年训练营，实现电竞梦的第一步。青训营主要针对15至17岁的青少年，并以游戏内的段位和积分作为硬性门槛。根据老干爹公开的数据，整个过程的淘汰率达到99%，只有极少数报名者能最终斩获名额，前往青训营线下基地。青训营会提供饮食住宿，并对正式加入的选手提供工资。国内知名俱乐部的青训工资为8000至2万每月，这对15、16岁的青少年是不菲的收入，但对应的，他们也将承受同龄人无法想象的压力。主流俱乐部都会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即使劳动合同上注明8小时工作制，选手的常规训练强度仍然为每天12至14小时。有俱乐部甚至明文规定，禁止凌晨2点之前结束训练。WE 联合创始人李晓峰对高强度训练一词的理解是：每天训练16小时以上，凌晨2至3点睡觉，中午起床。这种习惯起源于我国第一批电竞选手，后来成为电竞行业的标准作息。无论是青训队员还是2队或1队选手，训练内容都主要由排位赛和训练赛组成。排位赛即游戏内的 rank， 在国服的峡谷之巅服务器或韩服进行，这是高手云集的服务器，因此数据也最具参考性。排位赛也是训练量的基本单位，俱乐部会用每天若干局排位赛作为训练量的要求，严格考核，未达标的队员会面临批评或罚款。除了局数，质量也是考核重点，队员的胜率、段位、积分以及教练观察出选手操作意识的好坏都会被详细记录。训练赛则是2个俱乐部谈妥时间，安排旗下队员和对方切磋对战，这相比排位赛更接近真实比赛。教练会认真观战，并在赛后复盘总结。长期成绩拉胯的队员会被开除或勒令转会，相反，成绩脱颖而出的青训队员可以晋升至俱乐部2队。俱乐部都会设立1队和2队，1队是俱乐部最优秀的6至10人，年薪50至1000万，参加国内顶级的比赛 LPL。
二队由实力次之的6至10名选手组成，年薪25至100万，参加仅次于 LPL 的各大赛事，比如 LDL 和德玛西亚杯。真实比赛的压力逼迫他们需要比青训阶段更大的训练量，完成指标之外，休息时间加练是家常便饭。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进1队，打进 LPL。 I came to fight, I came for war. I came to win, to settle the score. I came for the throne, to take it all.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 So give me your best shot, I'm ready. Give me your worst and I'll stand steady. So bring the pain, then bring some more. I came to fight, I came for war. 1队选手会代表俱乐部参加 LPL， 这是电竞行业顶级 IP。2020年其直播观赛人次超过200亿，而 LPL 在册职业选手，同时算上首发和替补，仅有几百人。如此多目光聚集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曝光度、薪资和压力同时迎来生涯峰值。竞技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俱乐部削尖脑袋进入 LPL， 没人希望空手而归。胜负的影响此时在选手身上放置最大，表现优异就会成为资本的宠儿和玩家的偶像，表现得差，俱乐部就会让其坐冷板凳或者走人。这是一个只有输赢的丛林世界。在比赛的高曝光度和狂热氛围中，选手们还要面临新的压力——网络暴力。电竞的残酷在于，一旦输，就没人在乎你的努力。部分观众不会意识到，即使垫底的队伍，付出与牺牲也未必比冠军队伍少。很多人知道电竞选手需要操作、判断力、反应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却容易忽略一点：勇气。有勇气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有勇气在没人看到的地方拼尽一切，面对被俱乐部踢来踢去，面对亲人和朋友的质疑，面对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那一天。24岁是电竞选手的平均退役年龄，这个时间点决定了电竞相比传统体育只有极短的生涯寿命。但每年冠军只有一个，这意味着很多选手只能带着从未捧杯的遗憾退役。由于学历、社会经历、交际圈等因素，电竞选手退役后较难从事游戏之外的行业，最好的发展是留在电竞行业，担任教练、数据分析师、解说等职位，或者成为主播，凭借比赛积累的技术与人气做游戏直播。也有选手开了线下网红店，靠人气做起了生意。
Thi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that's crashing over me. It's like falling rain on the driest plains, as far as eyes can see. Nobody loves you like I do, and I never want them to. Nobody loves you like I do,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you, and I don't ever want to.